很多人都知道啊，想让枝条茂盛、花多果多啊，咱们养花先养根儿，都以为养根儿啊，我要不停的往土里边去用生根液，去用生根粉啊，其实不是这样啊。今天咱们就系统的讲解一下啊，养根的3大要素啊，以及辅助性这个药物的一个使用。第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啊，没有阳光不长根儿啊。有人说阳光和这个长根儿有啥区别啊？它进行一个光合作用，制造养分，这个根系才能够源源不断的有能量去生长啊！这个养分搁哪来啊？养分是这棵植物放在有光的地方进行光合作用积累的制造的一些有机物啊，供使给什么根系进行一个生长。那这个光啊，不单单局限于阳光直晒啊，它也是散射光、明亮光。之前我拍过视频啊，明亮光、散射光啊，在你家对应的范围啊，我是以你家庭的角度去讲这个光线是怎么回事，不是以我大棚的角度去讲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之前拍的视频，主页去搜索一下就 OK。一颗花到家，找好它的一个光照位置啊。第二个重点因素，那么叫做什么？无养不生根啊。这个养哪来？是土壤当中，是配土当中，是吧？氧气的氧。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求咱们室内养花在通风不足，咱们盆土要适当的配置透气一些，是吧？你可以加一些颗粒啊，不要用粘重的土啊，不要用过细的土。我总强调一点叫做什么？细土育苗，粗土养花啊。这个土细啊，它育苗；这个土它是养花的。根系它是一天24小时都是在喘气儿的，一定要保证土的一个透气性。那么过细的土质，咱们去加一些颗粒，增加淋水性，增加空气能够进入土壤当中的一个体积。大概了解这个意思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浅埋浅种啊。室内养花盆面土多，根儿闷里了啊，就是你们常说的闷根，尤其天热的时候啊，这个水分散发不出来啊，这个里边什么阳光照射到花盆，水汽蒸发非常热啊，这个根儿闷死了啊。第二个就是盆底水流不出来，它是盆底积水啊，咱们口中经常说的水大了，水大了，那么往往表示盆底积水，水排不干净。是吧？你看我种蓝莓啊，是吧？我都是定制花盆啊，我的光线比你家好多了，我都需要用定制花盆，因为蓝莓是什么？这个毛细根比较多啊，它特别怕水涝，特别怕积水，是吧？咱们就去定制花盆，让水尽量的淋出来啊。你家里种花的时候，花盆的选择，瓷盆底部垫一些陶粒啊，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应对方式啊。咱们可以灵活啊，换盆之前，你可以去看我的视频啊。去看看是怎么操作的。我成批量的一个养殖啊，这个3万颗、2万颗这么养殖，我不可能去摸哪个土干哪个土湿浇水啊，统一性的浇水。所以说增加淋水性啊，增加颗粒度啊，增加让空气能够进去，是吧？增加根系的一个呼吸，减少你浇水以后土排不出去，植物的一个死亡率，是吧？都是统一浇水啊，不能说一颗不死啊，死的非常非常少，是吧？这样能够有效的降低咱们什么损耗啊，根系能够正常生长，是吧？核心的意义就是5个字：无养不生根啊。你往里吹气儿，嘿嘿，它都行啊。那么第3个长根的因素就是什么？就是温度啊，是吧？刚才说的盆面土太高了，埋的太深了。哎，水分散发不出来，过热烫死啊！塑料花盆在阳光底下晒啊，过热，盆土温度过高，这棵植物根系死亡，是吧？它不长新根，烂死掉啊！所以说，你夏天的时候，植物要比什么？要比冬天的植物难养，因为冬天冷啊，冬天冷你知道保温，但是夏天热的时候你不知道降温啊，就这么神奇一个东西。你知道你开空调给你降温，但是花它在阳光下或者局部温度过高的时候，根系出现问题，而你眼里看到的这棵植物，它夏天应该是哭往房顶上长的啊，它为什么不长？是吧？这又怼那个肥啊，又怼这个怼那个，是吧？更多的因素造成根系不生长，根系一个腐烂，是吧？土温过高，咱们一定要重视啊，这个是极其降低咱们养花死亡率的一个重点性的一个因素啊，一定要注意啊！根系的一个生长温度啊，你就22到28度啊，你不信你就上外边你去刨地，对吧？你看外边地里边的根系啊，你摸的它凉手的，地是凉手的，你家的花盆里边是啥？19度，白天干到36度，甚至阳光直射的情况下干到46度，花不行啊，受不了。那么第4个就是咱们日常养花当中遇到的啊。辅助类的一些生根类的产品的一个使用啊，满足以上3点条件，咱们还可以用这个生根类的啊。前3点满足不了，这个植物上
还是不行，是吧？那么我经常用到的生根类产品，一个是生根粉，是吧？生根粉我主要应用在哪儿？植物扦插，我用它用的非常多啊，扦插的时候用它用的非常多啊。平时养护啊，用咱们的咔咔长根肥。平时咱们能不能用生根粉啊？它俩有啥区别？生根粉它主要是什么？快速的刺激植物的一个根系生长，它属于激素类产品啊。你们总说激素苗，激素苗。你是不是也用激素了啊？你用激素以后的苗是不是激素苗？是吧？这谣言不攻自破啊！用它属于短效、快速的刺激植物生长啊，但是它有副作用，是吧？你用多了，浓度过高了，它抑制根系的一个生长啊；浓度过低了，它不起作用。所以说你用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它的说明比例来使用啊。你详细的它里边有占根的，有这个喷叶的啊，有灌根的，按照它的说明去使用，这样是非常稳妥的啊。它就像西医，见效快啊，持续性短啊，有副作用。这个东西啊，它是不能总用的啊，总用以后它容易引起地上部分啊，就是盆面的枝叶不长，是吧？你用1到2次是完全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咔咔长根肥啊，总说咔咔长根肥，它的作用是微生物存活以后啊，微生物繁殖，它的分泌物啊，去激活植物的一个免疫系统进行一个生根。这里边还有一些生根类的物质啊，功能性寡糖，包括这里边的微生物啊，细胞破裂以后对根系的一个影响，跟生根粉、生根叶比，它属于什么？它属于中药啊，它见效没有生根叶快啊，但是它作用持久啊，它安全不烧苗啊，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个是它的优势啊。另外啊，就是它属于一个单效的生根，它还能调节土壤板结，调节土壤酸碱度，这俩就是让根系更舒服啊，有一个好的环境进行一个生长啊，根系什么？它不缺氧，是吧？它在酸碱度适宜的情况下生长更快，吸收养分更足啊，这个就是它们的一个区别。所以说咱们应用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看好说明书，应用的时候详细的使用方法以及你养护植物的一个环境问题，咱们那些简单的基础你了解以后啊，你养花是事半功倍的，并不局限于一种花啊，是所有花都通用的一个问题。别忘了点赞关注啊！